大发战争财，韩国竟成俄乌战争与中东战时最大赢家。最近，韩国突然爆种，表示其自主研发的准5代机 KF-21 战机首架量产机已确定出厂，象征该机型由测试阶段转入量产，并开始布局外销市场。不少人一听这消息，还以为老韩又在自嗨了。但韩国反手又掏出了自研 K9自走炮和天宫2型导弹，表示这两款武器早已通过碾压级的交货速度与极致性价比，疯狂吸纳了数百亿美元订单。韩国军工实力不错，一直是国际共识，但也只是不错，从来称不上爆火。但这次走红，似乎预示全球军火市场真的要迎来版图大洗牌了。那么，韩国军工到底凭什么能横着走？他们的 K9自行火炮、天宫2型导弹又为什么能卖爆全球？要看懂韩国军工的突然爆发，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它爆种的前夜，也就是俄乌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当俄罗斯的装甲洪流冲向基辅时，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特别是站在抗俄最前线的波兰，看着自己国家那些老旧的苏式坦克，再看看俄罗斯人3-4层楼高的苏联家底，波兰人彻底患上了严重的火力不足恐惧症。波兰人疯了，他们急需大量先进的重型装甲武器来武装自己，避免再被人来一出闪击波兰。于是，波兰人拿着大把的钞票，敲响了欧洲传统军工巨头德国和法国的大门，将德国的豹2坦克和 PZH-2000 自行火炮通通买爆。但结果，德国人直接表示，武器是好武器，但我们现在造不出来。你们如果实在想买，可以，大概等个5年8年吧，或许能勉强给你们凑齐一个营。波兰人一听，差点气炸。俄罗斯的坦克履带要是碾过来，他们拿什么挡？拿德国的合同挡吗？不信邪的波兰人于是又将目光放在了法国等北约国家，结果无一不是婉拒，又或者跟德国一样大玩拖字诀。被疯狂踢皮球的波兰人现在才明白，整个北约早已因为去工业化、供应链断裂而导致军工产能严重拉胯。但这时，韩国人却带着他们那堪称变态的交货速度出现了。韩国军火商向波兰人拍着胸脯保证，今年签约，今年交货。波兰人将信将疑，却还是咬牙开启了扫货行动。他们一口气向韩国砸了100多亿美元，订购了1000辆 K2 黑豹主战坦克，672门 K9 自行火炮，288套 K239 天吴多管火箭炮，以及48架 FA50 轻型战斗机。这些数字意味着波兰陆军未来的绝对主力将全部换装韩国制造的武器。不过韩国更夸张，他们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首批武器的交付，这种碾压级的交货速度把北约都看傻眼了。韩国军火就这样以一种极其野蛮、极其不讲理的方式强势插旗欧洲，硬生生把德国和法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市场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和展销会。那么为什么韩国能造得这么快？答案就在它的北方。韩国长期面临着朝鲜的军事威胁，因此整个国家的军工生产线始终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着准战时的高压状态。当欧洲的军工厂还在为找不到熟练的电焊工而发愁时，韩国的流水线上崭新的坦克和大炮正源源不断的下线。不过如果只比交货速度，韩国军工还不至于走出欧洲，交货快的同行一抓一大把。真正让韩国武器在东南亚甚至中亚爆火的原因，是靠实打实的极致性价比。以往中东土豪们的首选只有2个字：美国。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但爱国者有个致命的缺点，太贵了，发射1枚拦截弹就是几百万美元。关键是美国人还经常搞饥饿营销，卖不卖给你，什么时候交货，全看政客的心情和政治附加条件。但韩国的天宫2型防空导弹却不跟你开玩笑，这款原本在国际市场上默默无闻的导弹，竟然在阿联酋面对实战袭击时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拦截表现。据悉，其对来袭目标的拦截率高达惊人的 96%， 这一战直接让韩国防空导弹一战封神。更要命的是它的价格，天宫2型的采购和使用成本仅仅只有美国爱国者导弹的1/3，只要1/3的价格就能买到几乎同样的实战拦截效果。而且韩国人卖武器不附带任何恶心人的政治条件，甚至还愿意提供技术转移，这种极致性价比加贴心售后服务，让中东人早早便下了订单。例如2024年，沙特阿拉伯豪掷32亿美元，指名道姓采购天宫系统。紧随其后，2024年9月，
伊拉克也派出28亿美元，一口气扫获8套天宫2型。韩国的防空导弹俨然已经成为中东国家摆脱对美国极度依赖的最佳平替方案。韩国人不仅赚了钱，更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棋局中成功撬动了美国在中东的军火基本盘。那么，韩国军工扩张的野心到底是什么？想要知晓韩国军工的野心，我们的目光必须先回到那架韩国自主研发的 KF-21 猎鹰战斗机。这架战机来头不小，从2001年提出构想，到2021年推出原型机，再到如今量产机下线。虽然看似漫长，但距离原型机问世仅仅过去了5年。对于一款全新研发的先进战机来说，这个研发和投产速度堪称光速。相比于其他顶级战机漫长且痛苦的难产史，韩国人通过降低部分技术门槛和采用务实设计的策略，成功实现了速研速发。那么这款 KF-21 到底是个什么水平？韩国空军对它的定位非常明确，它是介于 F-16 和 F-35 之间的 4.5 代战机，或者被称为准5代机。论绝对的隐身能力和传感器融合， KF-21 确实不及正牌的5代机，甚至它的武器目前还是半埋式挂载，没有内部挂舱。但韩国人非常聪明，他们抓住了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巨大真空地带。很多国家买不起，或者别国根本不卖给他们5代机，但他们又急需替换老旧的 F-16 或米格29， KF-21 就是为这群客户量身定制的。虽然隐身差一点，但 KF-21 的底子极其扎实。它装备了最先进的 AESA 雷达，搭配红外线搜索与追踪系统，以及整合电子战系统。而在动力上，韩国的韩华航太已经与美国的通用电气签约，授权在美国本土生产40具强悍的 F414 发动机，这让 KF-21 的运动性能和推重比，据称甚至优于经典的 F16C。最狠的是它的武器外挂能力。KF-21 不仅能挂载短程的 IRIS-T 和 ERM-9X 导弹，还能挂载中长程的 ARM-120 和欧洲的流星空空导弹，甚至还能携带韩国国产的巡航导弹，具备极其强悍的视距外打击能力。未来的 Block 3版本更是计划导入内置弹舱，提升隐身性，并发展与无人机协同作战的能力。这样一款性能先进、价格适中且不卡脖子的战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救星。目前，位于韩国四川的韩国航太工业巨型厂房，面积相当于3座足球场大，正在同时开足马力生产 KF-21、FA-50 和 T-50 等机型，产能惊人。他们计划在今年交付27架飞机，明年提升至31架，后年增加到47架。这种恐怖的自动化量产能力是保证交货期的底气。有意思的是，韩国总统李在明在视察厂房时，还野心勃勃地检视了各项出口合约。这表明，随着 KF-21 的正式量产，韩国的军武出口战略正式进入了丰厚的收割期。据韩国国防部官员透露，菲律宾正积极评估采购 KF-21， 预计最快在今年中旬就会拍板达成协议。而作为 KF-21 项目原本的共同开发国印尼，本来因为资金问题一直在拖拖拉拉，但一看到菲律宾可能要插队抢产能，顿时急了眼，已经火急火燎的在今年初启动了关于采购 KF-21 Block 2批次的全新谈判。韩国人这招饥饿营销玩的是炉火纯青。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横扫欧洲的 K2 坦克、K9 火炮，还是惊艳中东的天宫防空导弹，亦或是即将抢滩东南亚的 KF-21 战机，韩国军工之所以能在全球四处出击，斩获千亿订单，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冷战式产能和极致性价比，还有一个最核心、最致命的竞争力，毫无保留的技术转移策略。在国际军火交易中，最让买家头疼的就是卖家像防贼一样防着你，只卖整车整机，不给核心技术，后期的维修保养、零件更换全都被卖家死死卡住脖子。但韩国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深知自己是后来者，想要抢地盘就必须下血本。韩国在向波兰出售 K2 坦克和 K9 火炮时，不仅承诺快速交货，更是直接大方的同意帮助波兰在本土建立生产线，传授核心制造技术，让波兰未来能够自己生产，甚至成为欧洲的维修中心。这种把客户当成长期战略盟友，帮助客户建立国防工业基础的诚意，对任何一个有志于国防自主的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至于最终目的，根据自由时报报道，
韩国政府早已表明要通过这一波军火输出，在2030年强势拿下全球第4大军火商宝座。目前，这辆韩国军工火车正载着无数订单，冲击着传统军火大国的利益。总的来说，在全球冲突加剧的今天，一个国家军工产业的崛起，往往不需要自己亲自下场打仗，提供别人给不了的价值，就能抓住时代的风口。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不幸成为了世界的灾难，却也意外成为了韩国军工最完美的展销会。随着这辆韩国军工高铁以雷霆之势奔驰，未来的全球武器出口版图或许也会因为这股来自东亚的钢铁洪流，迎来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洗牌。当然，以上都是本频道的个人分析，至于韩国军工将会走向何种局面，是如计划中的崛起，还是突然衰落，一切都有待时间检验。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大家认为韩国军工的崛起是真有其事，还是在口嗨？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